一点关于头脑风暴 brainstorm。首先，头脑风暴这个词汇，英文 brainstorm， 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不怎么陌生的。不过，先来简单解释下。例如，在职场官场中经常开会，相信并不是每次会议都是简单直接传达。对于有争论性的提议或者遇到瓶颈的项目，会议目的则在于集思广益，而这个过程就可以称之为头脑风暴。一个人的想法略显狭隘，且效率较低。多个人的时候，由于个人经历思维的不同，大大的拓宽了思路，效率骤然提升。在此所说的头脑风暴 brainstorm 是特指 Pi Network 中的一个工具。那么这个工具如何使用，是否有必要了解呢？我简简单单的参与下就好了。很明显，你没有深刻理解该工具的目的和作用。一、头脑风暴 brainstorm 工具使用方法。点击 brainstorm 按钮可以看到，工具中已经有了2个关于 KYC 的提案，并且有数百位开发者已经参与进去了。接着点击下方 review 按钮就能参与讨论，查看目前还在筛选中的提议内容，其中基本上详细描写了关于该提议的设想、技术、开发计划等内容。详细阅读后，通过自己的认知判断该提案是否有一定的实施意义和其作用，然后点击同意或否定。同意即赞，反之不同意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提案内容无厘头，完全就是随意瞎写的内容，可以点击 report spam 进行举报，或者 skip 跳过。二、头脑风暴 brainstorm 工具的必要性和目的。针对全球不同国家的现状，派官方也不能准确了解到各地的实况，就不能做到因地制宜，开发出适应当地情况的 app， 那么生态就不必奢望了。其次，就像之前说到的头脑风暴brainstorm 这个过程本身的作用，提高效率，突破瓶颈，这就更适合 Pi Network 了。基数如此之大，包含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，更不用说开发者肯定会参与，可以迅速推动项目本身的进度。三、头脑风暴 brainstorm 是否必须参与？这点倒不是强制的，但在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必要性的。第一条只是讲了从派官方角度出发的目的作用，从用户角度出发，相信所有人都希望项目获得更大的成功，难道仅仅只依靠项目方去努力吗？每个用户参与进去，贡献自身的想法和提议，或者仅仅只是投票同意或否定，都可以加速此工具对于各个提案的筛选过程，那对于项目进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，尽管很小，也是你的一份推动力。二点，区块链发展及 Pi Network 未来生态设想。区块链技术发展至今，从比特币的区块链 1.0 时代提出点对点交易开始，该技术出现在世人面前，到以太坊的区块链 2.0 时代，区块链技术在迅猛发展，而派的生态设想出现，预示着区块链即将迈入区块链 3.0 时代。一、客观现实中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基本需求。将来派会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对点支付交易，当然这点和比特币有一定的区别，比特币也是应用于点对点交易，毕竟是提出者的产物，但是其出快速度及交易处理速度满足不了日常生活所需。比如你去便利店买东西使用比特币，就算便利店接受这种方式，那也只能是个例，无法普及。想象一下便利店、商超等场合的结算处都排起了长龙队伍，因为商家在等待用户转账到账，每次转账需要10分钟左右才能确认，这就造成比特币无法应用于日常生活了。而派的转账处理速度要大大快于比特币，每次交易基本几秒就处理完成确认。有了这个基础，我们才能接着谈谈应用于日常生活中。我们还拿便利店、商超来举例，转账完成确认的速率无法造成顾客滞留，那就不会影响商户的营业了，这就是最基本的应用。二、客观现实中用户对于区块链发展的价值。有朋友就会有疑问，我们只能用来消费吗？那岂不是坐吃山空？是的，仅仅这样肯定不行，所以我们再想象一下，每个人家里总会有再也用不到的物品，那拿出来售卖，不也是为你进行创收？这些还是最基本的生态内容，将来出现个体户、种植户都会慢慢重视起来，进行自家农业农作物生长数据记录、商户商品的售卖数据分析报告等等内容。这些数据记录、分析报告针对相关公司也可以换取一定的价值，对于社会整体发展和认知的提升也具有推动作用。就像现在农户、养殖户也知道进行小视频推广了。以上还只是小编个人认知中对于传统行业的应用，更不用提这个生态是针对于全球的，有许多精英开发者的想法更超前，可想而知未来的生态会多么庞大。这个生态设想是好的，
而且只是一部分。如果踏入，那就真的是3.0时代了。第一点是这个世界对于区块链技术的需求，对于其发展的需求，如何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呢？全球几十亿人都在消费交易，靠现在的节点能否做到就是一个问题。所以，对于该生态的另一部分，就会是节点的建立。现在节点还处于测试链阶段，未来随着项目发展，更多的人建立节点，将会广泛覆盖。那对于之前的需求也就能够满足了。最后，这次内容讲解了头脑风暴工具的使用方法，以及对于未来区块链的发展设想。综合来说，设想是好的，但对于全球所有人都能够认知到并使用，甚至于节点建立，我想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发展。